我刚出生，算命先生就说我是天生妖胎，不是别人死就是我死。结果那算命先生抱着我刚出了村口就突然暴毙。我出生那天，在我家院子周围落下了19道雷，没有一道雷落在我家房顶上，只有第19道雷劈在了我家院子里的老榆树上。一时间黑烟弥漫，整个村子都看到了。还有人说，我出生那天，有个老猎户避雨的时候，在后山的山洞里发现了一个长着8条尾巴的绝世美女，脸色苍白，看上去奄奄一息。他看到老猎户之后，便问九山村是不是有一户姓吴的人家要生孩子。老猎户被眼前的景象吓得无法动弹，只能下意识地微微点头。女人叹息了一声，说道：“钱是欠下的，看来是要还了。”话音刚落，雷声大作，那女人突然就闭上了眼睛，倒在地上不动了。等老猎户招呼人再去那山洞寻找那女人的尸体的时候，却发现已经不见了踪影。与此同时，我降生了。当接生婆看到我的第一眼，顿时吓得一声惊呼，差点将我给丢出去。刚生出来的我长相十分的怪异，下巴尖尖的，脑袋竟然像是一只狐狸，而且刚生出来嘴里就长出了细密的尖牙，身上还有一层细细的白毛。绝大多数刚生出来的孩子都会哭，而我却异常安静，只是看上去很饿。当母亲喂奶的时候，我一口就咬了下去，吸出来的都是血，疼的母亲一把将我推开，对刚出生的我充满了深深的恐惧。接生婆说，她干了一辈子接生的活计，10里8村的人至少有一大半都是她接生的，但是从来没见过我这样如此诡异的新生儿，怕是生了一个妖胎啊！这样的怪胎不能留，还劝我父亲要将我丢到乱葬岗去自生自灭，要不然会给家里带来灾祸。当爷爷看到我的模样的时候，也是吓得不轻，连呼造孽，说自己上辈子缺了什么德，才让老吴家生出这么一个怪胎出来。思量再三，爷爷突然有了主意，说这孩子处处透着古怪。出生之时，天上落下了19道雷，围着家门口炸了一圈，最后一道雷落在了院子里，劈在了家里的老榆树上。这是肯定有什么说的，让我爸去8里洼请一个叫吴半仙的阴阳先生过来帮忙拿个主意，看看这孩子到底是怎么回事。我爸连夜就去了8里洼，等到了8里洼之后，天都亮了，跟那吴半仙一说，那吴半仙也是连连称奇，立马跟着我爸回到了村子里。等他们到了家门口的时候，紧接着又看到了一副十分怪异的景象，家门口突然出现了很多黄皮子和狐狸，密密麻麻的一片，少说也有几百只，也不知道他们从哪里冒出来的。这些黄皮子和狐狸将我们家的院子围得水泄不通，叽叽喳喳的叫个不停，这事引来了不少村民围观，但是没有一个人敢靠近，还有人议论纷纷，说我家生出了一个怪胎，得罪了黄皮子和狐狸精，迟早折腾的我家家破人亡了。我爸一眼看到这情况，顿时也慌了，从地上捡起了一根粗木棍，就要赶走这些畜生，然而却被那吴半仙给拉住了。他眯着眼睛看了一眼这些畜生，跟我爸说道：“别过去，他们没有恶意。”这话说完，那些叽叽喳喳叫做一团的黄皮子和狐狸，一个个全都像人一样跪了下来，朝着我家的方向拜了3拜，然后快速的离开了。这些畜生来得快，去得也快，一会就不见了踪影。我爸看到这一幕，颇觉不可思议，问吴半仙这是什么情况。吴半仙的脸色看起来十分的凝重，并没回答我爸的话，只是说先进去看看孩子。来到了屋里，爷爷将孩子抱了出来，那吴半仙只看了一眼，便倒吸一口冷气，眼睛里金光闪闪，紧接着便问起了我的生辰。随后吴半仙便掐指算了起来，好一会之后才激动地说道：“这孩子不得了啊，果真是一个妖胎，留下恐为祸一方，后患无穷。他只食血，不能吃寻常的东西，就算是留下来，你们肯定也养不活，他早晚都是死路一条啊！”此言一出，一家人都跟着惶恐起来。我爸腿一软，差点给那吴半仙跪下来。吴先生，你想想办法呀！怎么说也是我媳妇身上掉下来的一块肉，不能就眼睁睁看着她死了呀！吴先生，就没有什么让她活下来的法子吗？你们知道为什么这孩子生下来的时候会有19道天雷轰在你家院子周围吗？那吴半仙不答反问道：“这他们哪里知道啊？”二人纷纷摇头。那吴半仙紧接着便道：“刚才老夫掐指一算，算出来这孩子乃是被妖物给灵魂夺舍了。那妖物道行颇高，眼看着就要渡劫化成人形，却遭到了天谴，怕是要魂飞烟灭。正好这时候你家孩子出生，那妖物不想被天雷打得灰飞烟灭，他将自己的神魂落在了孩子身上，如此一来，那天雷就不会落在这妖物的身上。毕竟你们家的孩子是无辜的，那19道天雷只在你家周围炸了一圈，并没有伤人。刚才在你们家院子门口叩拜的那些黄皮子和狐狸，便是最好的证明。恐怕落在你家孩子身上的妖物，可能是一只成了气候的妖狐。那些黄皮子和狐狸都是他的亲朋好友和后代子孙呐。吴先生，这可咋办呢？这种情况老夫也是头一次见。这孩子就算是以后能活下来，也是多灾多难，命运多舛。看他的命相，平均3年便有一大劫，遇劫之时必伤人命，不是他死就是别人死，一生至少有18劫。老夫倒是有一个法子能保全他性命，就是做我的徒弟，走玄门之道。只是这样一来，恐怕以后他再也无法与你们相见了。
可是谁也没想到，这个吴半仙就是我的第一个应劫之人。他抱着我刚出村口，便突然暴毙，七窍流血而亡。但是我却好端端的就躺在吴半仙的身边，不哭也不闹。吴半仙的突然横死，让家里人对我又有了几分忌惮，就连村子里的人都说我是个丧门星，一出生就害死了一个无辜之人。而我的口粮也成了问题，根本不喝奶，只喝血。邻居婶子只是打了我一下，结果就变成体无完肤的尸体。村里张叔只是推了我一把，第二天便被发现上吊在自家房梁上。邻村的吴半仙说我的灵魂被妖物夺舍，只有留在他身边方可保命。可我俩刚出村口，他便突然毫无征兆的暴毙，这可吓坏了我们一家人。爷爷更是连夜去找十里八乡有名的出马仙刘婆婆，然而见到我的刘婆婆却惊恐地跪在地上瑟瑟发抖，头都不敢抬。据我父母描述，我出生当天天降19道惊雷劈在院子里，紧接着上百只黄皮子和狐狸从四面八方跑来，朝着我出生的屋子跪拜。更诡异的是我的口粮，除了血别的吃啥吐啥。依稀记得3岁生日那天，家里大人像往常一样外出务农，只留下1碗野鸡血让我饿了自己喝。这3年来，我基本上很少离开这个院子，毕竟村里的人都嫌弃我，人人看到我都会躲着我。有啥子了不起的嘛？当听到院子外面有小孩嬉闹的声音，顿时就吸引我。3岁的我也没有想那么多，就直接跑过去想要跟那几个小孩一起玩。可是有个小孩一看到我，顿时露出了惊恐的表情。怪胎来了，喝血的怪胎来了，谁跟他说话，谁就要倒霉。这一声大喊完，沙子的几个小孩顿时跑得没了踪，原地只留下一个和我年龄相仿的小胖子。我们一起玩沙子吧。我冲着他笑了笑，说好啊，一起玩啊。我们一起堆个大房子，我们俩坐在沙丘上玩得很开心。过了一会，小胖子突然从身上掏出了一块糖递给我。糖甜，除了血我没吃过任何东西，接过糖果的我两眼放光。我也有好吃的，我给你拿，你等着。说着我屁颠屁颠的跑到了屋子里，将爸妈给我留的那碗野鸡血端了出来。小胖子不知道是啥，我就示范给他喝。他接过碗来喝了一口，结果碗没拿稳，一碗血全洒在了身上。突然身后传来了一声歇斯底里的哀嚎。哎呀，你个怪胎，天杀的，竟然敢害我儿子！一个恶婆娘突然快步跑过来，二话不说直接提溜起来我的衣领子，便将我甩出去老远，狠狠地砸在了地上。当时我疼得趴在地上哇哇大哭了起来。那恶婆娘一把抱起了小胖子，心疼的上下查看，发现并没有受伤，只是有血洒在了他的身上。不过恶婆娘还是不解气，跑到哇哇大哭的我旁边又踢了2脚。你个天杀的小畜生，竟然敢为我儿子喝血，看我不打死你！好在爷爷听见我的哭声，从地里赶回来。老三他媳妇儿，你打我孙子干啥呀？你还好意思问啊？你问问这个怪胎都干了啥？他竟然为我儿子喝血，万一吃出个好歹来，我让你们老吴家抵命！这些我喝了没事，但是一般的小孩喝了肯定是要出问题的。我爷爷自知理亏，也说不得什么，连声抱歉之后便抱着我回了家。恍惚间我看见不远处有几双绿油油的眼睛在看着我这边，本以为这件事就这么过去了，结果第二天早晨有人在后山发现了老三媳妇的尸体，死状十分惨烈，尸体不知道是被什么野兽给咬，浑身上下没有一块好肉，尤其是其中一只脚被砍的只剩下了骨头，而那只被砍的脚就是当初踢我的那只。最可怕的是他的嘴角竟然还带着一丝诡异的笑，眼睛还是睁着的。根据马老三所说，那一天他和孩子回去睡觉还好好的，半夜的时候隐约听见有人喊他老婆的名字。过了没多久，那马老三的老婆就突然从床上爬了起来。马老三以为他是去茅房，也就没多问。结果第二天醒来，却发现他媳妇并没在床上，到处都找不到，于是发动了全村的人去找。结果在后山找到了他的尸体。按照村里的传统，尸体要在家里停放3天才能下葬。这几天陆陆续续有人前去吊唁，我爸也买了一些纸钱前去给马老三的媳妇吊唁。可是，在马老三媳妇棺前的火盆里面烧纸的时候，诡异的事情出现。别人烧纸都好好的，不大会的功夫就烧得干干净净，只剩下了一堆灰烬。可是我爸买的黄纸丢进火盆之后，愣是烧不着，往上面倒上了高度酒，也只烧了一小大，很快就熄灭了。这火只烧不成，就上3炷香吧。可是这烧的香刚点燃没多久，便有2炷香断开了，中间1炷香完好无损。周围的人一看到这情况，全都变了脸色。烧香烧成这样，明显是死者对来上香的人有怨气，吓得我爸仓皇逃回了家。下葬这天，村里找了几个年轻的小伙子抬棺材，可只抬到门口，绳子就突然断了。棺材落地乃是大凶之兆，他们在想抬的时候，发现棺材纹丝不动。马老三一看到这情况，也吓得不轻，趴在棺材上痛哭流涕。儿子娘，我知道你死的冤屈不肯走，你心里要是有啥怨气，就找害你的人去，千万别折腾家里人呐。正在马老三抱着棺材痛哭的时候，身后突然传来了一阵叽叽喳喳的声响，在马老三的家门口附近，一下出现了几百只黄皮子和狐狸。其中有一只黄皮子个头出奇的大，从脑袋顶上一直到后背都有一道白色的皮毛。他来到马老三媳妇的棺材旁边，绕着棺材走了3圈，伸出了一只毛茸茸的爪子，朝着棺材上连着摔了3下，之后便转身扬长而去。等这些黄皮子和狐狸一走，那几个抬棺的年轻小伙又试着抬了一下棺材，这一次那棺材却能抬动。在下葬的当天晚上，我爸妈睡得正香，突然间听到卧室的窗户传来了砰砰的敲击声响。
十分有节奏，三长一短。刚开始我爸以为是风吹的，并未放在心上。可过了一会，那敲击声还在，而且越来越急促，仍旧是三长一短。我爸迷迷糊糊地爬起来，打开窗户，却看到了让他终生难忘的一幕。只见一张长满了尸斑的浮肿大脸死死地盯着他，嘴角依旧挂着死去时那种诡异的笑。他正是马老三刚下葬的媳妇。还有4天。还记得我3岁那年，我和父母像往常一样躺在床上呼呼大睡，突然窗前传来一阵诡异的敲击声，三长一短，很有节奏。我爸迷迷糊糊地打开窗口，却看到了让他终身难忘的一幕。只见一张长满了尸斑的浮肿大脸死死地盯着他，他正是村里马老三刚下葬的媳妇。还有4天，还有4天。说罢便一瘸一拐地走出了院子，爸妈吓坏了。次日一早便请来了十里八乡有名的出马仙刘婆婆。这个刘婆婆可不简单，十里八乡出现的各种灵异事件基本都是她一手解决的。没曾想刘婆婆见到我的瞬间脸色大变，扑通一声直接跪在了我面前。晚辈30里铺出马弟子刘氏，家中供奉长仙40年，竟扰仙家法驾，还望仙家勿要怪罪。这一幕将我一家人都被整会了。好不容易大老远将这个刘婆子请过来，这一到家就对着3岁的孩子磕头，是咋回事啊？您这也太客气了，怎么给小孩子磕起头来？赶紧起来！仙家不开口，弟子不敢起来。小杰，你还不快让刘婆婆起来？起来吧。刘婆婆如蒙大赦，这才战战兢兢地起身退到了一旁。我妈有些不知所措地将我又领进了屋子。这时刘婆子才长长地舒了一口气。我说2位，你们家里供奉着这么一位厉害的仙家，怎么还要请我老婆子出声？这不是让我老婆子班门弄斧吗？仙家？什么仙家？我们家里根本没有立堂，也不认识什么仙家。刘婆婆这话什么意思呀？你孙子身上就有一位很厉害的仙家，比我认识的所有仙家都厉害100倍。老婆子我这点道行，跟那位仙家相比，简直不堪一提。我看我还是走吧，就不要留在这里出丑了。可是他才是个3岁的孩子，什么都不会啊。要不然我们也不会大老远的将您给请过来。这话让刘婆婆产生了一丝狐疑。我能不能再看看孩子？这没问题。仙家，弟子帮你瞧瞧，不要怪罪。说着，刘婆子突然伸出了一只手来，直接放在了我的天灵盖上，然后闭上了眼睛，嘴里还是念念叨叨，浑身也哆嗦了起来。片刻后，刘婆子突然睁开了眼睛，连着后退了好几步。上仙勿怪，弟子无意冒犯。经过她的感应，我身上隐藏着一个强大的仙家神魂，至少也有1000年的道行。只是这神魂在我体内十分微弱，显然是之前遭受到了重创，意识并未苏醒。能够为上仙做事，是我刘婆子8辈子修来的福分。刘婆子决定留下来帮我，之后便问清楚了我跟马老三媳妇之间的渊源，是因为马老三媳妇那天打了我，还站在我们家门口破口大骂。第2天一早就有人在后山发现了他的尸体，那些黄皮子和狐狸都知道那仙家的强大神魂在我身上，欺负我就是欺负那仙家，所以黄皮子和那些狐狸才会报复马老三的媳妇。之后我爸又问那马老三媳妇为什么大半夜跑到我们家敲窗，只说一句话就走。刘婆婆说那是因为马老三媳妇是刚死的新魂，道行不高，一定要到了头七之后才会变成十分厉害的尸骨，那时候就有能力将我们一家老小全都杀了。现在最好的解决方法是在头七之前把它干掉。之后刘婆婆让我爸找来一只成年的大黑狗，以及养了至少3年的大公鸡3只，最后还让人给我准备了一身寿衣，关键时刻能保命。准备好这些东西之后，我们便四处寻找马老三媳妇的身影，可一连几天下来却没有任何发现。眼看明天就是头七了，刘婆婆让我爸牵着那只大黑狗先出去，等午夜之后再回来。当晚午夜时间刚过，整个村子里的狗就开始狂吠不止。他来了！你们害死了我，我要你们全家抵命！马老三媳妇儿，我是30里铺的出马弟子刘婆子，今天过来是专门收拾你的。人死不能复生，婆婆知道你死的冤屈，但是人有人道，鬼有鬼途，你若执迷不悟，老婆子我只能替天行道，将你这邪物给收了。想要我走可以，把吴杰那小子叫出来，我今天一定要杀了他。想要我孙子的命，也要问问我手中的刀答不答应。你要敢动我孙子一下，那老吴头就再让你死一次。与此同时，四面八方不断有黄皮子和狐狸出现在院子里，其中还有一只硕大无比的黄皮子，后背上有一道白毛清晰可见。你别
去一边去。没了暗示的人，他们像是蝗虫一样，悍不畏死的朝着马老三媳妇扑了过去。可此时的马老三媳妇力大无穷，双手左右挥舞不息，大不大的黄皮子被他手飞了出去，眼看要冲到屋子里，爷爷也顾不得。提起手中的大砍刀，一刀劈在马老三媳妇脑袋上，结果马老三媳妇的脑袋如同石头一样坚硬，一刀下去，手中的那把刀反弹了回来。刘婆婆紧随其后，一烟锅子敲在尸鬼胸口上，这才将其震退了几步。胡老哥，你先回屋里，这血水太凶了，将准备好的那几只大公鸡放出来。话落，刘婆婆席地而坐，发生奇异的变化，一双眼睛也变成了幽绿色。三山皆有主，此家有神灵，大胆邪祟，柳仙在，还敢造次！喊完这句话之后，刘婆子突然像是变了一个人，手中的烟袋锅子上下飞舞，朝着那尸鬼的身上敲打过去。每敲一下，那尸鬼身上便会有一层火光冒出来。此时爷爷已经回到了屋里，将那几只大公鸡给放走了。那些大公鸡一来到院子里，顿时便发出了一阵啼鸣之声。一听到这个动静，正在跟刘婆子缠斗的尸鬼突然浑身一颤，显得惊慌无比，竟然直接转身朝着门口的方向跳了过去。而这个时候，我爸突然出现在了门口，手中还牵着一条大黑狗。只见那大黑狗狂吠一声，朝着尸鬼扑了过去。周围的黄皮子见状也一拥而上，快进屋，都躲起来！兄娟，别怕，赶紧给孩子穿上寿衣，这是刘婆婆嘱咐的。刚穿好寿衣，便看到一个巨大的黑影靠近过来。吴姐，吴姐，我来找你了。马老三媳妇嘿嘿一笑，鼻子微微起一动，转瞬之间脸上便现出了一丝疑惑之色，因为她找不到我了。尸鬼是看不见的，但是能够感觉到活人身上的生气，尤其是对我的气息十分敏感。刘婆子之所以让我穿上寿衣，是因为只有死人才穿寿衣，这寿衣能够屏蔽掉活人身上的生气。三嫂，求求你放过我儿子吧，我就这么一个儿子。吴姐，你快出来！你再不出来，我就杀了你妈！说着，那尸鬼长满了青黑色指甲的双手，忽然间就朝着我妈的脖子上抓了过来。但是在那一双手就快要抓到我妈脖子上的时候，陡然间十分诡异的一幕就出现了。微弱的灯光之下，屋子里突然出现了一个巨大的影子，是一个长着8个尾巴的狐狸。滚！在说出这句话的时候，一道金光从我的身上打出，直接撞向了那尸鬼的面部。那尸鬼一声惨嚎，从窗户那边飞了出去，而我眼睛上翻，浑身抽搐，直挺挺的倒在了妈妈的怀里。尸鬼飞出去之后，跌跌撞撞的就朝着院子门口的方向而去。只是没跑出去几步，一个大烟袋锅子突然砸在了那尸鬼的后脑袋上。一敲离魂，二敲走破，三敲了冤孽。当里个里个楞，当里个咚，里个咚。爸爸接电话啊！呲儿踏踏踏令踏令踏令。当刘婆婆在第3次敲下的时候，那尸鬼便没了动静。再看院子里乱糟糟的一片，到处都是黄皮子和狐狸的尸体，就连我爸找来的那只大黑狗也被那尸鬼剖开了肚子。爷，小杰他不行了，你们快进来瞧瞧啊！不打紧的，刚才肯定是孩子体内的仙家元神出来了，赶走了那尸鬼。正是因为那仙家出手，将那尸鬼给重创了，老婆子我才有机会将他送走。那仙家的神魂本就十分虚弱，这次元神显现，导致那仙家更为虚弱。他与孩子是一体双魂，晚几天就没事了。3天之后我醒了过来，这次醒来后我对血没有之前那么强烈的依赖感，也可以吃一些其他的东西，这让家里人都十分的开心，觉得这是因祸得福。3岁之后一切趋于正常，我就像是一个普通的小孩子一样健健康康的成长。转眼间3年又过去了，在我6岁生日这天，一场大劫难再次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男人白天打死了一只黄皮子，当晚便疯了般冲进鸡窝大快朵颐起来。当爷爷和刘婆婆赶到的时候，看到极其诡异的一幕，只见整个院子到处都是喷溅的鸡血，张老二蹲在地上正龇牙咧嘴的啃着鸡脖子，大口大口的喝着鸡血。看见刘婆婆和爷爷，他嘴角露出一抹诡异的笑，紧接着眼睛猛地上翻，直挺挺的往后倒去，双腿乱蹬，从鼻孔之中开始有鲜血流淌出来。快将他摁住！爷爷按住张老二的同时，刘婆婆迅速从身上摸出了几根银针出来，找准了张家老二身上的几个穴位，猛扎了下去。这几根银针一下去，张家老二顿时停止了抽搐，不流鼻血也不吐白沫。之后，刘婆婆的手突然放在了张家老二的心上，顿了几下，刹那间，张老二的肚皮上鼓起了一个肉疙瘩，像是婴儿拳头一般大小。这肉疙瘩十分古怪，像是活了一样，就在张家老二的肚皮上到处游走。刘婆婆手中拿着一根银针，大妹子，这是啥玩意儿啊？是黄皮子的怨念所化的戾气。
不将这戾气给放出来，张家老二必死无疑。吴老哥，赶紧去打一盆井水过来，一定要从井里刚取出来的冷水。伴随着一盆冷水浇上去，张老二肚皮上四处游走的肉疙瘩突然停顿了一瞬间，就是那么一眨眼的功夫，刘婆婆手如闪电将那银针直接扎在了那肉疙瘩的上，紧接着银针猛地往上一挑，那肉疙瘩就破裂了，顿时有一股子黑水喷溅而出，恶臭难闻。随着不断有黑水从那肉疙瘩里面流淌出来，张老二脸色也渐渐变得正常起来。这边刘婆婆刚刚缓上来一口气，诡异的事情再次发生。但见躺在地上的张家老二突然身子直挺挺的从地上坐了起来，两只眼睛不停的上翻，紧接着二话不说朝刘婆婆冲去。这院子里并不是只有一只黄皮子，还有一只道行更高的，你赶紧到处找找。爷爷这才提着刀在院子里四处寻找了起来，愣是没看到那黄皮子的踪影。恍惚间，他看到房顶有一只白色尾巴的黄皮子。传闻黄鼠狼的道行越高，它身上的白色皮毛就越多。黄大仙儿，张家的人知道错了，就饶他们这一次吧。然而房顶上的黄皮子却根本不理他。吴老哥，回家将你孙子叫过来，或许小杰能让这黄皮子离开。老婆子，我快顶不住了。爷爷奔回了家，将还在被窝里的我一把拉了出来，就朝着张家老二的家里奔去。小杰，快让你二叔停下来！二叔，别打了。话一开口，张家老二的身形明显迟钝了一下，缓缓转头看向了我。他们对祖宗打不敬，我必须杀了他们。与此同时，那只白尾巴黄皮子走了出来，用一双红彤彤的眼睛也在盯着我。白尾巴的黄皮子一出来，那张家老二喉咙里再次传出来一声嘶吼，突然朝着院子外面冲了过去。拦住他！拦住他！别让他跑出去了！此时的我也不知道哪里来的一股勇气，一把抓住了张家老二的裤子。张家老二一跑，直接将我拽倒在了地上，顿时我疼得哎呦一声大哭了起来。听到我的哭声，张家老二的身形突然停了下来，他竟然转身将倒在地上的我给一把抱了起来，还拍了拍我身上的灰尘，紧接着又要离开。这时候我就感觉我的脑门嗡一声响，眼前天旋地转，只见我身后出现了一个巨大的影子，那影子是一个狐狸模样，有8条尾巴在不停地晃动着。下一刻，那张家老二直接跪在了地上，浑身瑟瑟发抖。走吧，不要再继续下去了。老祖宗，这家人对您大不敬，怎么能如此轻易放过他们？我的话都不听了吗？张老二对着我连着磕了3个响头。不远处的那只长着白尾巴的黄皮子也跟张家老二一样对着我的方向磕头。片刻之后，张家老二身子一晃，直接倒在了地上。刘婆婆看着我此时的模样，知道是我体内的那个仙家出现了，愣了一下之后也跪在了地上，将脑袋埋在了双手之间，根本不敢抬头。在那张家老二晕倒在地上之后，我身后的那只巨大的狐狸影子也紧跟着消失了。紧接着我身子一软就倒在了地上。大妹子，你快看看小杰，他这是怎么了？小杰没事的，跟上次一样，休息几天就好了。小杰体内的这个狐仙已经有8条尾巴，妥妥的千年大妖啊！老婆子，我今日见到，这辈子没白活啊！这件事情就这样了结了。3年一劫，不是我死就是别人死，那些死去的人肯定跟我有很大的关系。可是面对这一切，我都是被动而无能为力的。刘婆婆说这就是我的命。这一次，刘婆婆又在我家里待了几天，一直等到我醒来才离开。临走的时候，刘婆婆特意叮嘱家里人，当我9岁生日那一天，千万不要出门。3劫之难是最厉害的一次，弄不好我小命就没了。如果能够度过9岁这个劫，以后的日子可能会好过一些。然而事情往往朝着不可预料的方向发展，那场劫难终究还是来了。先刘婆婆说我一生18难，难要人命，不是别人死就是我死，尤其是9岁那年最为凶险，让我千万别出门。可我正是贪玩的年纪，没太将刘婆婆的话放在心上。9岁生日那天，我和小胖像往常一样外出捉蚂蚱玩。小胖今天也不知道是不是吃坏了肚子，我们刚来到野地里没多久，小胖就哎呦一声说是肚子疼，然后直接脱了裤子蹲在了草丛里，就是一阵的稀里哗啦。就在这时候，我发现一个个头很大的蚂蚱冲着小胖屁股后面跳了过去。还没开口说话，草丛里突然跳出来了一只雄赳赳气昂昂的大公鸡，没有丝毫犹豫，奔着小胖菊花上的蚂蚱就是一口，叼着蚂蚱转头就跑，一声歇斯底里的惨嚎响彻天际。最倒霉的是我们逮蚂蚱的那个路口，正好有村子里的王爷爷赶着驴车经过。这头驴在听到小胖的惨叫声之后，当时就受惊了，尾巴一撅就开始狂奔。王爷爷被驴尾巴一扫，飞出去好几米远，此刻也顾不得小胖了，连忙跑过去想要将王爷爷给搀扶起来。你这小子鬼叫什么呀？你这一嗓子要摔死我咋的？王爷爷，不是我，是小胖。你这熊玩意儿还学会撒谎了？不是你是谁啊？这漫山遍野的就你一个人。这一巴掌打得我脑袋嗡嗡响。突然间我看到草丛里出现了几只黄皮子和狐狸在盯着王爷爷，一看到他们出现，我心想坏了。那时候的我已经懂事了，知道这黄皮子出现准没好事，跟他没关系，你们千万别害他。王爷爷见我站在那一个人说话，气就不打一处来。愣着干什么？
还不快把我扶起来！周围的村民也听见了这边的动静，跑过来将王爷爷扶了起来。之后我折返回了小胖身边，小胖疼得趴在地上起不来，被击倒的地方又红又肿，不忍直视。最后我带着小胖去了村里的卫生室，一番消毒下来，小胖被安排在病床上输起液来。诡异的是，被驴车甩下来的王爷爷此刻也在房间的另一张病床上。我朝他看去的时候，那王爷爷也在看着我。不知道为何，我总觉得王爷爷看我的眼神有些奇怪，他冲着我笑，笑容有些诡异。同时，我还看到王爷爷的头顶上盘旋着一层淡淡的红光。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看到这些，心里有一种很不好的预感。与此同时，爷爷和刘婆婆也找了过来，因为今天是我的应节之日，他们担心我遇到危险，看到我没什么大问题，这才稍稍安心了一些。这时候，刘婆婆目光一扫，突然看到了躺在另外一个病床上的王爷爷，眼神顿时变得有些惶恐起来。他好像也发现了什么，连忙招呼着让我赶紧离开这里。回到家之后，刘婆婆才说那个王老头已经是将死之人，身上有着浓郁的死气，恐怕撑不住多久了。今天本来就是我的应节之日，刘婆婆担心我在那个病房里时间太长会沾染死气。没多久，我们便接到了王老头死了的消息，至于他是怎么死的也没有个原因。刘婆婆在得知这个消息之后显得十分紧张，连忙吩咐我爸赶紧去找一根至少要10年以上的桃木，另外再杀一只养了3年以上的大公鸡，杀了之后将血撒在屋门口。将那桃木找来之后，刘婆婆将桃木的皮扒下来，蘸着公鸡血在那桃木上画了很多弯弯美女的符号。这根用公鸡血写满符文的桃木棍子叫做蓝鬼木，放在家门口可以防止鬼屋进入，而门口的公鸡血属纯阳，也能防止鬼屋进屋。如此一来，刘婆婆在我们家里布置了2道屏障。对于王老头这件事情，我并没有放在心上。吃饱喝足之后，突然犯困，直接回屋睡觉了。但是刚睡下没多久，我就感觉屋子里多了一个人，而我却感觉无论如何也睁不开眼睛。西厢房的刘婆婆心里不踏实，坐在西厢房里面辗转难眠，可是年纪大了也熬不住，迷迷糊糊的就睡着了。半夜的时候，刘婆婆隐隐约约听到一个声音不断在耳边回响：他来了，他来了。刘婆婆打了一个激灵，猛然间醒过来，就听到屋门口有挠门的声音，窗户旁边有很多影子在跳来跳去。推开门一瞧，就看到院子里突然多了很多黄皮子和狐狸，有几只还站在门口不停地拍门。刚才闹出这么大的动静，自己都没醒，刘婆婆心里顿时不安了起来。刚才那个叫醒自己的声音是自己供养的长仙，知道危险来了才会特意过来提醒自己。刘婆婆第一件事情就是跑到了院子门口去看那个蓝鬼木，一看之下，刘婆婆脸色大变，但见那蓝鬼木上有2个清晰的脚掌印已经发黑了，之前用公鸡血画在蓝鬼木上的符文也像是被火烧过一样，全都黑了。这蓝鬼木是用10年的桃木制成的，一般的脏东西根本不敢靠近，可是那脏东西竟然从蓝鬼木上直接踩了过去，足以见得那鬼物绝对十分厉害啊！坏了坏了，吴老哥，赶紧起来吧，出事了！然而喊了好几声，我爷爷和父母都没有起来。刘婆婆也管不了那么多了，直接走到我睡觉的房间里。走到房间里一瞧，刘婆婆就看到我全身赤红，尤其是一张小脸红扑扑的，跟熟透的红苹果一样。紧接着摸了一下我的额头，热得都烫手。这边刘婆婆刚把手缩回去，躺在床上的我突然咳嗽了几声，声音十分苍老，只有70、80岁的老人才能发出来的声音。这情况将刘婆婆给吓得不轻，第一个念头就是我被王老头的魂魄给附身了。只是这王老头看着普普通通，刚死不久，怎么会有这么大的道行？这时刘婆婆也有些手足无措，直接跑过去敲爷爷的屋门，可是敲了好几下都没有人应。刘婆婆着急，只好将体内的长仙请出来帮忙，然后猛地一撞，总算是将屋门给撞开。屋门一打开，一股子阴冷的风就吹了过来，在爷爷睡觉的地方盘旋着一股红色的死气。刘婆婆现在才终于明白过来，为什么之前外面那么大动静，这么多黄皮子和狐狸敲门自己都没听到，原来是受到了这些死气的影响。刘婆婆直接走到了爷爷身边，用力晃了晃，爷爷这才迷瞪瞪的醒过来。听闻我出事了，爷爷猛地翻身而起，将所有人叫醒后，一家人围在我身边不知所措。这个王老头到底是干什么的？为什么刚死就这么凶？老王头打了一辈子光棍，无儿无女。你刚才说什么？那王老头没有结婚？吴老哥，你可知道这王老头的生辰八字还有大名吗？老王头跟爷爷差不多的年纪，小时候还一起玩过。这时爷爷自然知道，便将那王老头的生辰八字和大名告诉了刘婆婆。随后刘婆婆便根据王老头的生辰八字推演了一番，最后倒吸了一口冷气。这老头乃是羊年羊月羊日羊时出生之人，便是万里无一的4阳之命，命格纯阳，乃是极为罕见的杀破狼命格。这种命格的人活着的时候倒也没什么，只要死了执念就特别重，比厉鬼还厉害10倍。只要结婚生子，阴阳调和便可化解这种命格。奈何王老头一辈子都没有婚配，只要被他缠上，基本1天之内就必死无疑呀。难道就没有什么救他的办法了吗？办法或许会有，但是老婆子我修为浅薄。听到刘婆婆这话，一家人都处于巨大的悲伤之中。
刘婆婆心情沉重，受不得这屋里面压抑的气氛，独自一人走出了房间，在外面点了一袋烟，眼睛不经意地朝着头顶看了一眼，不由得瞪大了眼睛。但见头顶上的一弯月亮不知道什么时候变成了红色。更加诡异的是，在我们家屋顶上，不知道什么时候聚集了一大批黄皮子和狐狸，对着头顶上那弯血红的月亮不停地参拜，行的是那3叩9拜的大礼。黄仙拜月，红月当头，刘婆婆从来都没见过如此诡异的景象。俗话说，事出反常必有妖，天生异象必有大事发生。刘婆婆看着天上的异象，还有冲着月亮跪拜的黄皮子和狐狸，一时间愣住了。一个农村怪胎，却让无数名流大佬争先恐后将其收做弟子，甚至许诺若拜自己为师，就将女儿嫁给他。9岁生日那天，我好心将王爷爷从地上扶起来，他却狠狠地打了我一巴掌，还怪我多管闲事。结果当晚他便莫名其妙死在了医院里。诡异的是，此时天上的月亮变得猩红，无数黄皮子和狐狸朝着月亮行3叩9拜的大礼。次日一早，一个胖乎乎的和尚走进来，上来就问家里有没有一个9岁的小孩，是不是被邪祟缠身了？爷爷十分震惊的点点头，有就好，我要收他做徒弟。他身上的情况贫僧能治，只要你们答应让他做我徒弟，我马上就救活他。这位高僧不着急，先抽袋烟也不迟。说着，刘婆婆正要点燃烟斗跟那大和尚斗斗吧，那大和尚突然一挥手，你这大姐真啰嗦，别耽误贫僧收徒的大事儿。这一挥手，刘婆婆和家里的人顿时都愣住。见状，刘婆婆冲着爷爷点了点头。这大和尚是个人物，让他进去给小杰瞧瞧吧。就在这时候，院子门口突然有人喊了一声慢着，但见一个衣着考究的老头，身后带着4、5个西装革履的年轻人朝着这边走过来。姓沈的，总得有个先来后到吧？贫僧先来的，这徒弟我收定。你家孩子的症状，老夫也可以救治，不过治好了得给我当徒弟。给我当徒弟不用当和尚，以后长大了可以娶媳妇儿。沈修远，你大爷的！坏了贫僧的好事，我跟你没完！这时院子外面响起了一阵汽车鸣笛声，一个高大魁梧的中男人走进来，他手里还牵着一个7、8岁的小女孩。那女孩生得十分漂亮，皮肤白得像是牛乳。你家孩子的病啊，我呢也可以治，治好了呢必须给我当徒弟。不过这徒弟啊不白当，等他长大了，我将女儿许配给他，给你们老吴家传宗接代。杨高业，老夫从来都没有见过你这样如此厚颜无耻之人。为了收徒弟，将自己女儿都搭了进去，你还真是个好爹啊！嘿，倒真是脸都不要。红月当头，紫薇星君下凡，收了这徒弟，必然光耀我杨宫风水一脉。这事儿千载难逢，可不能便宜了你们。以后我女儿若是嫁给了这小子，肯定也不亏呀。几个人正争论不休，又有一拨人朝着我家院子里走过来。这次带头的是一个中年女子，身穿旗袍，气质非凡。你们几个就都别争了。这孩子虽然是天选之人，不过一生多灾多难的，想收他做徒弟，哪里有那么容易啊？不如让这孩子给我做徒弟。要说给他找媳妇儿嘛，我马玉玲收的女徒弟是最多的，以后呢，肯定还要再收几个年纪小的。等他长大了，从我那些徒弟之中挑一挑。这个好，这个好，女人贴心，以后肯定能照顾好咱们家小杰。就在这时，院子门口的人群之中，突然有一人挤了进来。这个人跟前面那4位相比，看着貌不惊人，穿着一身破破烂烂的道袍。你们都别争了，没意义。这孩子呀，我收了。院子里的那4个高人一看到这位老道，一个个目瞪口呆，脸色大变。风水王李玄通，李掌门，您可是有好多年没有露过面了，这次是因为这孩子才出来。你以为呢？将这块璞玉交在你们这些人手中，还真是浪费呀！我不收，难道还留给你们不成？既然李掌门出面收徒，在下的确是没有这个资格跟您抢。说着，沈修远便带着身边几个手下朝着那老道一拱手，直接离开了。剩下的那3人似乎对面前的这个老道也十分忌惮，纷纷朝着那老道一拱手，先后离开了。我徒弟呢？快带贫道过去瞧瞧。给您当徒弟没问题，您现在赶紧去瞧瞧孩子吧，他眼看着都快不行了。这孩子的情况呀，只要贫道出手，便可立竿见影。不过，贫道在出手之前，有件事情必须要跟你们说明一下。孩子好了之后呢，贫道会收他为徒，但是必须要将人带走。10年之内，他都不会跟家里人有任何联系。此话一出，全家人都是一愣，可是到如今也没有其他办法。只要孩子能够活下来，健健康康的长大，其他的都不重要。那老道走到了床边，只是盯着我看了一眼，
随后直接将手放在了我的天灵盖上，滚出来！口中大喝了一声。这一声暴喝之后，从我的天灵盖之中突然飞出了一团黑气。那老道伸手一抓，便将那团黑气直接塞进了一个酒葫芦里面，晃了晃手中的酒葫芦，喝了一口，味道就是不一样啊！让我徒儿在家里休息几天，3天之后，贫道过来带他走。等那老道走后，刘婆婆仔细看了我一下，那老道是个高人，这手段太厉害了。3天后，那老道果真来了，在家人万般不舍的目光中，我被老道带走了。最后我们来到了一个叫燕北的大城市。别看那老道穿得破破烂烂，住的地方还不错，竟然是个十分漂亮的4合院，家里还有一个长得十分凶恶的仆人。主任、少爷，你们回来了。虎子，准备一下，一会儿行拜师礼。少爷，跟我来。繁琐的拜师流程走完后，我正式成为风水王李玄通的唯一单传弟子。后面的日子相对单调，师傅给我办了重点小学的手续，白天上学，晚上回来之后，那老道就开始传授我一些关于风水玄学方面的东西。这一晃8年就过去了，我高中毕业的时候都没参加高考，直接放弃了，这也是师傅的意思。就在高中刚刚毕业的那一年，师傅突然十分郑重地告诉我，他要出一趟远门，可能要1年之后才回来。这1年就我和胡子在家里待着，他走之后，如果有人找来的话，可以出面解决，收取一定的费用。最后师傅给我留了3个条件。第一个条件，我离开的这1年，你小子必须给为师赚到1000万。第二个条件，就是你入了门就不能做其他谋生的营生。第3个条件，也是最重要的一个条件，就是你的第一笔生意不能在燕北市。这3个条件不光是我，就连一旁的胡子听得都做牙花子，尤其是那1000万，我连1000块我都没见过长什么样。为师走了，1年之后再见。记得我跟你说的条件啊，一条都不能落下。主任，您这一走就是1年，给我们留点生活费啊！哎呀，瞧我这记性，差点就忘了。这些钱可不少啊，省着点花啊。等那老头一走，我立刻走到了胡子身边。师傅给我留了多少生活费？867块3毛5。少爷，这些钱估计坚持不了多久，这1年咱们恐怕是要饿死了。不曾想3天后便有人找上了门，对方开着十分豪华的车，一看就是有钱人。进门的是一对父女，那女孩我定睛一看也认识，是我们高中隔壁班的班花张云瑶。但听说他们是燕北人时，我突然想起师傅留下的规矩，第一单生意不能接燕北的生意。可当听说对方出事的地方是距燕北300里的永丰县城，我顿时来了精神。永丰县可不属于燕北，这应该不算违背师傅的规矩吧？当下便询问起详细的情况，从对方口中得知是他们的祖坟出了问题，在20天之前，祖坟里种的松柏一夜之间全都枯死了。每天早晨的时候，从坟头上面都有黑气冒出来，将那些枯死的树木全都拔了重新栽种，第2天又会全部枯死。而且自从祖坟出了问题之后，张云瑶的哥哥就每天晚上做噩梦，梦到自己跳楼，从很高的楼上跳下去摔在地上，那种跳楼的感觉很真实，就像是自己真的跳了楼一样，十分痛。他们也找了好几个风水先生去瞧，都说他们家祖坟出了问题，还重新布置了祖坟的风水，结果情况还是没有得到任何改变，甚至比以前更糟糕了。既然祖坟出了问题，那你们有没有试着迁坟，重新寻找一块风水宝地？这个我们也试过了，可是当工人去挖坟的时候，挖到了不到1米，就从坟地里冒出血水来，吓得他们都不敢挖了。听他这一般说，顿时引起了我的兴趣。张同学，你们家的事情我接了。殊不知我的这个决定差点将我害死。祖坟刚种上的松柏转眼变枯萎，还有滚滚黑气不断往外扩散。本想迁坟改变运势，可刚挖了半米就不断有血水渗出来。听说这般诡异的事，我立马收拾行李跟随张云瑶来到祖坟前。亮子，这是我从燕北请来的大师，这位可是风水王李玄通的徒弟吴少爷，这次咱们张家有救了。我仔细打量那张云亮的时候，发现他命宫灰暗，煞气照顶，一副命不长久的样子，不由得倒吸了一口冷气。你最近是不是招惹了什么不干净的东西？行了，别故弄玄虚了。之前来了好几个风水先生，都解决不了我家的事情。你现在又将事情扯到了我身上，不会又是一个过来骗我们家钱的吧？我们家少爷好心帮你们张家，你们竟然是这种态度，这生意不结也罢。少爷，咱们走。吴少爷，您别生气，我哥打小就这样，脾气不太好，您别跟他一般见识。一旁的张玉成也点头哈腰的说着一些好话。行了，先去祖坟瞧瞧吧。一进入到张家祖坟，我的眉头就蹙了起来，四周充斥着一股子阴气。转了一圈之后，我走到了张家祖坟角落，让人在这里挖1米深。挖到1米的时候，诡异的事情就出现了，从坟地里有血水渗了出来。那几个工人看到这场面之后，也吓得脸色大变。我心里有了一些眉目，然后又走到了另外一个坟头附近，在这里挖1米半深。那2个工人有些怕了，不敢再去挖。哎呀，加钱！大师！当挖到1米半深的时候，不光是地里渗出了血水，还挖出来了一个木头盒子。那木头盒子刻了很多诡异的符文。把东西拿出来吧。
我蹲下身来，仔细的看了一眼那木头盒子上面的符文，心中不由得泛起了一丝疑惑。之后便从一旁找来了一根小木棍，将那个木头盒子给切开。当这木头盒子一打开，顿时一股腐臭的气息飘散了出来。围在四周的那些人顿时倒吸了一口冷气。这到底是什么人干的？怎么这么缺德呀？盒子里的猫被开膛破肚，内脏都流淌了出来，2只眼睛被挖了下来，牙齿也都被敲掉了，死状十分凄惨。之后我又走到另一处，用脚踩了踩，这里还有，继续挖吧。很快又一个木盒子被挖了出来，打开之后，这里面装的东西更加诡异，是9条被砍掉了脑袋的蛇身子。你们家祖坟四周的植物全部死绝，就连草木都不生，自然是生气断绝、气运消散的迹象。如果我没有看错的话，这应该是鲁班术中记载的一种写法。你们家祖坟里面还有一个最重要的阵物，这才是整个法阵最关键的所在。我目光一扫，落在一个隐秘的角落。1个多小时后，真的又挖出来一个木头盒子。那木盒子一拿出来，张雨成便迫不及待地伸手打开，想要看看这里面装的是什么邪门的东西。别打开，让我来。然而我还是晚了一步。那木头盒子刚一打开，就从里面喷出了一团黑色的气息，迎面朝着张玉成撞了过去。张玉成浑身一哆嗦，愣在原地，下一刻身子就直挺挺地朝着后面倒。都别碰他，他是被煞气冲撞了，谁碰他谁倒霉。说着，我就走到了张玉成的身边，仔细打量了他一眼。这一次他印堂直接发黑，脸色铁青。这种情况就是被很厉害的煞气给冲撞的定义。如果不尽快将他体内的煞气给释放出来，张玉成都会有生命危险。当即从身上掏出一根银针，直接插在了他眉心处。不多时，我将银针拔出来，顿时有一滴黑色的血液从伤口处冒了出来。当这滴黑血一冒出来，张玉成顿时大口的呼吸了起来，紧接着就趴在了地上，大口的呕吐起来。看着张玉成没什么事情后，我将目光转向那盒子。这一次木头盒子里面放的并不是什么动物的尸体，而是一块巴掌大的白色的不明物体。当我靠近那盒子闻了2下后，不由得也是倒吸了一口冷气。这东西竟是一块人的头盖骨，看着还挺新鲜，估计连1个月都不到。而且我还能瞧得出来，这块头盖骨的怨气很重，必然死之前承受了莫大的冤屈，死得很不甘心。又是猫尸，又是无头蛇，现在又挖出来一个头盖骨，对方这是搞什么名堂啊？很简单，你们家这个风水学叫做龙虎出煞学。前面那座山形似卧龙，盘旋数里，此学有些龙气，对你们家祖坟有益。而对方在木头盒子里放了9条无头蛇，蛇又称之为小龙，对方斩断蛇头，意思就是斩断这里的龙脉之气。至于那只猫，跟这无头蛇的情况也差不多，老虎也是猫科动物，对方是用猫代替老虎，戳瞎它的双眼，将其开膛破肚，拔掉满嘴牙齿，无形之中就将你们家这龙虎出煞学的风水布局破坏殆尽。这风水学已经完全不能用了。至于那头盖骨是一块怨骨，怨气深重，这坟地本就是阴气很重，在这里放这么一个东西，怕是你们张家埋着的那些祖先都要不得安宁。这么说，我们家只能迁坟了。看来还要劳烦吴少爷给我们张家重新找一块风水宝地安葬先祖了。找风水宝地的事情好说，不过迁坟这事情有些麻烦。葬在这片坟地之中的尸体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尸身就算是历经千年也不会腐烂，挖出来的时候甚至就像是刚刚下葬的时候一样，尸体会保存得十分完好。但是由于要害你们张家的人在这里布置了法阵，尤其是那块头盖骨的缘故，惊扰了这阴尸地中埋藏着的尸体，弄不好是要发生尸变的。吴少爷，对于您说的这些我也不太懂，您说怎么办咱们就怎么办，只要将事情解决了就行。需要我做什么您直接开口就行。首先将挖出来的那几个木头盒子还有盒子里的那些东西放火烧了。其次要挑选一个好的时辰，开始破土挖坟，将这片坟地之中的棺材全部挖出来，在家里停放3日之后重新择良穴而葬，这才能保证你们张家人丁无忧。什么时候破土最好呢？今晚午夜，此时最佳。可当我们晚上赶到的时候，却发生了诡异的一幕。祖坟埋动物尸体乃是大忌，可这座祖坟里却被埋下了一只惨死的猫、9条没有头的蛇，以及一块新鲜的头盖骨。显然是有人故意要改变他们家风水运势。我大概看了眼，便发现他们家祖坟出了问题。当晚入夜，我便带着一群人来做迁坟流程。这迁坟也是有讲究的，要按照棺材下葬的先后顺序，一一将棺材请出来，不能出现任何差池，要不然就会有很大的麻烦。可这时张云瑶却急匆匆地跑过来：“吴少爷，不好了，我爸那边出事情了。管家刚才给我打电话，说我爸突然发疯，把家里的东西都打烂了，而且说话的声音都变了，发出来了一个女人的声音。我跟你一起回去看看吧，这事你解决不了，你留下来盯着这群人，我回来之后才能继续挖，听到没？”少爷，您放心吧。随后我还是有些不放心的看向了张云亮，这小子怎么看怎么不靠谱。张哥，我回去看看，这里你负责了，一定要记得等我回来之后才能继续挖。知道了，知道了。
很快我坐上了张云瑶的车，直接朝着张家老宅的方向去。刚一到门口就感觉到情况有些不对，这院子四周有一团浓浓的阴气。张云瑶拍了半天门也没人回我，我走上前去一脚过去，便将那大门直接踹开了。一进门我就感觉有一股冷风吹了过来，院子里管家黄渤倒在地上一动不动，头上还有血不断的冒出来。我从黄渤身上扯下来一块布，暂且帮他包扎好了伤口。此时从不远处的房间里传来一阵女人阴森森的笑声。当我和张云瑶来到房间门口，顿时看到了十分诡异的一幕。张玉成此时正坐在一张老式的梳妆台前，正拿着梳子像是女人一样的在梳头，一边梳头一边发出瘆人的笑声。大胆逆贼，还不快滚出来！张玉成突然朝着我这边走了2步，再次发出了女人的笑声。你们看我好看吗？哼，好看的很。既然我这么好看，你为什么还要抛弃我？看着情绪逐渐激动的女鬼，当下我一把推开了张云瑶，身形一晃就到了张玉成身边。掐了个斩鬼绝马，就朝着张玉成的身上扎了过去。张玉成顿时发出了一声凄厉的惨嚎，身体飞了出去，身上笼罩着的黑气顿时淡了几分。我连忙再次上前，双手掐诀朝着张玉成身上招呼。然而那脏东西此时已经有了防御，我在想用斩鬼诀打到他身上，并没有那么容易。再这样下去肯定不是办法，我必须要尽快解决了这个脏东西。那张家祖坟的事情还等着我回去解决呢。想到这里，我从身上偷偷拿出了一张符，这一张符叫做云雷符，是我师父当初留下来的，威力巨大，一般的鬼物只要被这张符打中，立刻就会魂飞魄散，被身首。那张云雷符一下就贴在了张玉成的身上，一团蓝色的雷芒顿时在张玉成身上飞起。张玉成被这符打得直接趴在了地上，一团黑气也从他身上剥离出来。让我万万没想到的是，那团黑气盘旋了片刻之后，竟然直接朝着那躺在地上的王管家身上钻了过去。王管家之前被打破了脑袋，还在地上躺着呢，结果这团黑气一落在他身上，王管家的身子一晃，竟然从地上坐了起来。我没想到这个鬼物竟然如此凶悍，我师父给我的那张云雷符竟然没将其打得魂飞魄散，还能继续追横。同时我走到了张玉成的身边，从身上摸出了一张辟邪符出来，直接贴在了他心口的位置。有了这一张符之后，那鬼物就无法再重新附身在张玉成身上。随后我朝着张云瑶身边奔了过去，将一张辟邪符给他，放在心口，跟在我身后。最后我这才走到了王管家的对面。折腾够了没有？没有，我要将整个张家的人都折腾死才罢休。既然你要管这个闲事，那我就连你一起杀了。好大的口气啊，也不怕闪了舌头。今天我非要将你打得魂飞魄散不可。我伸出了一只手，另外一只手快速的在掌心里画出了一道符出来，但见金光一闪，雷符落下，再次朝着王管家奔了过去，一掌拍在了他的天灵盖上。这一下过去，王管家的身体像是筛糠一样浑身发抖。片刻之后，从他的身体里再次有一团黑气飘了出来，快速的朝着门口的方向飘了过去，一转眼的功夫就不见了踪影。我再次从身上摸出了一张辟邪符出来，贴在了王管家的心口。就在这时，我的手机突然响了起来。少爷，出大事了！张云亮那小子不听劝，非要让工人继续干活，早点将祖坟里的棺材都挖出来。现在已经开始挖了。你怎么不拦着他？这样乱搞会出事情的。我说了，都跟他动手了。可是那小子说这是他们自己家的事情，用不着我这个外人来管，还说他赶着回家，没时间在这里浪费功夫。胡子叔，无论如何也要将他们拦下来。隐尸地埋藏着的尸体不是闹着玩的，弄不好真会发生尸变，会出人命的。我急得真想爆粗口。张云亮这个二世祖，挂断电话，我和张云瑶火速前往张家祖。可是刚一出了院子，我突然感觉头晕的厉害，心脏跳动的陡然加快，一声闷哼之后，我直接软软的倒在了地上。我的意识开始下沉，隐约中我看到了一只长着8条尾巴的狐狸在我脑海之中浮现，它一脸肃然的看着我。不要去！好在这种情况持续的时间并不是很长，也就只有几分钟的光景，我很快就恢复了正常。然后就看到张云瑶蹲在我身边，一脸焦急的看着我。我没事，走吧。刚来到坟地附近，我就觉得情况不对劲，整片坟地都被一团浓郁的煞气包裹，而且这里出奇的安静，连声虫鸣都听不到。张同学，你跟着我一起去吧，你一个人留在这里不安全。胡子叔，我是小杰，你在哪？根本没人回应。我拿出了罗盘，开始探测这里的地气。一拿出来，上面的指针就胡乱的转动了起来。我就倒吸了一口冷气。罗盘转，真大凶之兆啊！我连忙收起了罗盘，从身上又拿出了另外一样法器天蓬尺。就在这时，离着张家祖坟不远的地方突然传来了一些奇怪的声响。我们朝着那个地方缓慢靠近，很快我们就看到了不可思议的一幕。但见一个人影手里拿着一根蜡烛，四肢僵硬的朝前走去，一边走一边还发出了瘆人的傻笑声。是我哥！我示意张云瑶不要发出任何声音。等我们跟着他绕了半圈，来到了一棵大树后面之后，顿时看到了十分惊悚。但见在那大树旁边竟然靠着一个人，这个人脸色煞白，一看就是死人。张云亮将手中燃烧着的那根蜡烛凑到了那具尸体的下巴下面，
直接用火烤起了那尸体的下巴。不多会，那尸体的下巴下面便烤得漆黑一片，随后便有一滴一滴的液体流淌出来。他用另外一只手接着，然后直接往自己脸上凑了过去。男人半夜将自己的爷爷从祖坟里挖出来之后，点燃一根蜡烛，不断烘烤爷爷的下巴处。不多久，便有一滴滴尸油滴到他的手上。最后，他将这些收集到的尸油朝着自己的脸凑了过去。我手持天蓬尺缓缓靠近，当我离张云亮还有3、4步的时候，突然间那具靠在树上的尸体竟然睁开了眼睛，眼神全是白色，直勾勾的看向我。张云亮似乎也意识到了什么，缓缓的转过来看向我。看到他此时的模样，我心里一沉，这小子身上并没有鬼气和煞气，并不是被鬼物给附身了，可他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下一刻，张云亮一个虎扑直接扑到了我身上，双手死死掐着我的脖子。这小子现在力气极大，喉咙里不断的发出低吼声，我自然不会坐以待毙，手中还拿着天蓬尺，重重的朝着他的身上砸了过去。这天蓬尺是可以对付鬼物的，只要挨上那么一下也够他喝一壶的。可是这天蓬尺落在张云亮的身上，竟然一点反应都没有。隐约间我看到他眼睛里有一道细细的白线，我这才明白这是被邪术给控制住，在这附近必然有一个人一直在操控着张云亮。我快速打出一记法印，朝他胸口拍了过去，这一下将他轰飞出去4、5米。不等他反应，我迅速起身，再次掐了个法印，拍在张云亮的心处。张云亮顿时浑身一颤，双眼上翻，身体抖动了片刻，躺在地上就没了动静。这2记法印将他身上的控制给解开了。突然间，一旁的张云瑶发出了一声惊恐：“吴少爷，那尸体，我好像动你！”但见靠在大树旁边的那具张家先祖的尸体，不光是睁开了眼睛，还张开了嘴，吐出了一口黑气，身子开始剧烈的晃动了起来。片刻后，竟从他嘴里呲出了几颗大獠牙，而且他的双手之上快速的伸出了长长的指甲。我最担心的事情终于还是发生了。张同学，你赶紧跑，在车里等我。与此同时，那尸变的僵尸一个大跳来到我身边，伸出了锋利的爪子就朝着我抓了过来。我举起了手中的天蓬尺，又朝着那僵尸的身上招呼了过去。这一尺子正好砸在了那僵尸的肩膀上，就听砰的一声闷响，那僵尸身子一晃，往后倒退了几步。那僵尸好像也有些忌惮我手中的天蓬尺，不敢再随意的靠近我。在我俩僵持的时候，我看到不远处的张云瑶还站在那，一脸担心的看着我。还不走，在这里等死吗？张云瑶愣了一下，这时候他才反应过来，突然从地上捡起了一块石头，看来是打算过来帮忙。我的目光再次看向了那具僵尸，他再次发出了一声闷吼，一跃之下再次朝着我跳了过来。就在这时候，我突然间看到在那僵尸身后不远处的树林之中出现了一个黑影，他一动不动地站在那，来不及反应，那僵尸已然冲到我面前。我一边后退一边咬破了自己的中指，在掌心画了一道镇尸符，随后举起天蓬尺狠狠地打在僵尸脑门上。我一看机会来了，跟到了他的身边，画着镇尸符的手便要朝着那僵尸的脑门上拍去。不料僵尸突然出手，直挺挺地从地上弹射起来，猛地将我撞飞了出去。不等我起身，那僵尸猛地一扑，把我给压在了身下，同时长满了锋利指甲的双手深深刺入我的肩膀上。他张开血盆大口喷出一口令人反胃的尸臭气，直接朝着我的脖子咬过来。情急之下，我一狠心，直接咬破了自己的舌尖，紧接着一口舌尖血喷在僵尸面盆上，那僵尸的脸上顿时像是被浇了一盆热水，腾起了一团白。我也腾出了手来，当即将那只画了镇尸符的手掌朝着那僵尸的天灵盖上就猛拍了过去。随着金光一闪，那僵尸的身体直挺挺地倒在了一旁，一动不动。我这才松了一口气，直接瘫坐在了地上，双臂之上顿时传来了一股剧痛，鲜血不断顺着我的双臂流淌下来。原本应该是鲜红的血液，此刻看上去竟然有些发黑了。我从身上拿出一包糯米敷在了伤口上，顿时一股剧痛传来，伤口处冒出了一股子散发着腐臭气息的白色烟雾。这尸毒就算是化解了，张云瑶只能蹲在一旁看着我忙活，也不知道该怎么帮忙，只是脸色看上去十分焦急。没事了，扶我起来。吴少爷，我哥还在那躺着呢，没什么危险吧？不用管他，他暂时没有生命危险。起身歇息了片刻，我感觉自己的体力恢复了一些，让张云瑶站在这里不要动，而我直接跑到了刚才的那个树林里，四处找了一圈。刚才我在对付那僵尸的时候，在树林里看到了一个黑影，那个黑影八成就是之前操控张云亮的人。可是当我折返回那片树林的时候，那个黑影早就已经离开了。正当我要折返回去的时候，突然听到了一声惊恐的大叫之声，顿时吓了我一跳，因为这声音是张云瑶喊出来的。我立刻加快了速度，朝着张家祖坟的方向跑了过去。很快我就看到了站在几具棺材中间的张云瑶，双手捂着嘴，一脸惊恐的模样。棺材里有动静，我刚才听到了。而当我仔细去听的时候，禁不住也有些头皮发麻。确实有声音从棺材里传出来，像是用指甲挠棺材板的声音，而不远处的一口老棺还微微抖动了一下。我深吸了一口气，让自己强行镇定了下来，紧接着走到了那具不断传出声响的棺材旁边，围着棺材绕了一圈。很快我就发现了一个问题，这个棺材好像被打开过，棺材四周的棺材钉都不见了。过来帮忙将棺材打开。伴随着棺材缓缓打开，眼前的场景再次让我心头一颤。只见一个挖坟的工人此时正趴在棺材里，与里面那具尸体嘴对着嘴。那工人脸色发青，身子还在微微抖动，而他的身子下面那具张家先祖的尸体脸上却多出了一抹诡异的纹晕。一看到这种情况，我知道要出大事了。鲁班术中有一种降术，只要将人的生辰八字贴在人偶上，再将几根钉子扎在人偶的七窍处，不出半小时，生辰八字的主人便会七窍流血而亡。不过这种邪术有个弊端，这人偶必须在降主50米范围内。通过罗盘，我很快发现人偶的所在位置。现在去找一个活物过来，最好是猪狗一类的家畜。
半小时后，管家找来一只30-40斤的小猪，我取出4根红绳，分别拴在张云亮的4肢和小猪仔的蹄子上，红绳上面分别挂了几枚铜钱。随后将人偶身上的7根钉子取下来，用黄符纸包裹，同时将人偶后面写着张云亮生辰8字的黄纸符贴在小猪仔脑门上。最后我坐在了一旁，双手掐诀，刹那间4根红绳上的铜钱开始互相碰撞，发出叮叮当当的声响。那些铜钱开始朝着小猪仔的方向移动，十分的缓慢。被捆在地上那个小猪仔开始不安分地晃动起了身子，发出嚎叫之声。很快从张云亮身边的几个铜钱移动到了中间的位置，4根红线陡然间全部绷得笔直。我突然感觉情况有些不太对劲，一股莫名的力量开始落在了我的身上，让我的呼吸开始变得急促起来。不好，好强大的精神冲击！我帮张云亮解开他身上的诅咒，那个下咒的人必然有所察觉，对方明显也开始对我进行精神冲击。对方的精神冲击越来越强，一股一股的冲撞过来，顿时让我气血上涌，胸口好像有一口气喘息不上来，一张口直接一口血就喷了出来。这一口血吐出来之后，我睁开眼睛，但是不能说话，只是转头朝着窗外的方向看了一眼。胡子叔很快明白了我的意思，小子，可敢与你虎爷大战？2-3分钟之后，胡子叔折返回来，冲着我点了点头。我明显的能够感觉到那股精神冲击已经消失不见，那些绑在绳子上的铜钱又开始缓慢移动，朝着那小猪仔的方向而去。当那几枚铜钱全部移到了那小猪仔的身边的时候，我这才长出了一口气，身子一晃，直接朝着一旁倒了下去。当众人再去看向那小猪仔的时候，却发现从那小猪仔的七窍之中开始缓缓由鲜血流淌出来。吴少爷，您没事吧？没事，死不了。云亮没事了吧？应该没事了，天亮之后就能醒过来。不愧是风水王的高徒啊，我服了。胡子叔瞪了一眼张玉成，心里明显有些不爽。为了救他儿子，我差点小命都丢了，他心里却只想着自己儿子的安危。张先生，之前我们是答应了给你们家迁坟，没料想这中间还有这么多事儿，你们得加钱。哎呀，好说好说，事成之后啊，我肯定亏待不了吴少爷。随后胡子叔看向了我，少爷，刚才我跑到屋子后面，看到有一个人坐在那里，只是那人十分警觉，一看到我起身就跑了，速度很快。果然跟我想的一样，要对付张家的那个人感应到了我在救张云亮，所以跑到了屋子后面开始干扰我施法救人。时候不早了，我们现在就要赶往祖坟继续迁坟。吴少爷，您这身体能行吗？要不改天吧。本来昨天就该将祖坟中的棺材全部请出来，结果耽搁了一天，棺材不能暴露在外面太久。今天我和胡子叔已经重新给你们家找好了一块风水宝地，明天一早必须重新下葬。吴少爷说的是啊，这良辰吉日耽误不得，还是早早的将事情都安排好了，这样我们也安心啊。胡子叔有些不悦地看了张玉成一眼，看上去很是不爽，简单收拾了一下，依旧是张云瑶开着车带着我和胡子叔去了张家祖坟。坐在后座的我难受的要命，感觉体内的气血翻涌的厉害，好像有一口压在喉头，想吐吐不出来，憋得还十分难受。吴少爷，您能撑住吗？因为我们张家做了这么多，没必要这么拼命，自己的身体要紧。我没事，能撑得住。很快就到了张家祖坟，我给了胡子叔一张符，让他放在身上。胡子叔，这张符你放在心口上，你去坟地周围巡视一圈，防止有人过来捣乱，尤其是那片小树林的方向。昨晚我就是在小树林里看到的那个黑影。我大概朝坟地看了一眼，便确定了方位，并且嘱咐那些工人请棺的先后顺序。与此同时，那种头昏脑胀的感觉再次传来，压在喉头的那一口血终于还是没忍住，直接就吐了出来。胡少爷，你怎么了？我没事，扶我去车里休息一下就好了。一坐到车里，我就浑身发冷，一直在不停的哆嗦。张云瑶再次紧张了起来，问我是怎么了。冷，刚才将那个人给伤到了，我也受到了一些反噬。让我没想到的是，张云瑶突然一把抱住了我，抱得很紧。吴少爷，这样好些了吗？我脸色微微一红，有些不好意思起来。好多了。就在我享受这欢乐时光的时候，耳边陡然传来滋滋的声响，几只黄皮子跳到了前面的挡风玻璃上，不断的拍打着。我已经有8年没见过这群黄皮子，他们怎么出现在这里？过了片刻，那些黄皮子突然像是受到了惊吓一般，全都跳开了。紧接着，一张苍白的脸出现在了挡风玻璃的前面。你看，我好看吗？孽障，你好大的胆子！你就不怕我打得你魂飞魄散？女鬼鬼笑一声，一晃钻进张云瑶身体里，瞬间我就感觉怀中的张云瑶的身子猛地颤动了一下，然后她抱住我的双手突然勒紧了。鬼附身的人力气都会变得很大，将被附身之人的体能极限压榨。冤有头债有主，谁害得你去找谁？缠着我有意思吗？去找我了，可是你阻止了我，我现在就要你的命！昨天晚上他附身在张玉成的身上，而且张云亮之前也一直噩梦不断，总是做梦梦到跳楼，而眼前这个女鬼脑袋上扁了一块，看着就像是跳楼摔死的，莫非有什么隐情？我长得好看吗？好看，你长得最好看。我长这么好看，你为什么还要抛弃我？为什么？女鬼突然变得有些歇斯底里起来，手上的力道不断的加大，
我感觉自己快要被他勒得断气了。情急之下，我一下咬破舌尖，心中默念一句咒语，紧接着一口舌尖血朝着张云瑶的面门就喷了过去。附身在张云瑶身上的那个女鬼顿时发出了一阵凄厉的惨嚎，死死抱住我的双手明显放松了许多，一道淡淡的影子脱离了她的身体，但是那影子只出来了一半，很快又往张云瑶的身体里钻去。我用上全身所有的力气掐了一个掌给推开过去。这一次附身在张云瑶身上的那个女鬼再次发出一声惨嚎，直接从张云瑶身上挣脱了出去。这时候我也顾不得那么许多了，一脚过去踹开了车门，抱着张云瑶直接滚落到了车外。但女鬼并没打算放弃，化作了一道猩红的煞气再次朝着我这边扑了过来。此时我突然一阵眩晕感袭来，在我身后出现了一个巨大的狐狸影子，8条硕大的尾巴在不断的晃动。啊，灵了！我回头看了一眼那8条尾巴的狐狸影子，十分恭敬地说道：“多谢仙家。”说完这句话，我便倒在地上昏死过去。但我再次睁开眼的时候，发现已经躺在了张家老宅的床上。吴少爷，你感觉怎么样？恢复的差不多了。吴少爷，您让我打听的事情我都托人打听过了，这方圆10里之内的村子都问过了，这些村子里就只有2个木匠，一个姓刘，一个姓孟，都离着这里不远。姓刘的木匠有老婆孩子，那孩子都上中学了。姓孟的那个木匠60多岁，是个孤寡老人，儿子儿媳早些年就去世了，老伴儿走得更早。听说他还有一个孙女，也发生了意外，真是够惨的。果然跟我想的差不多。胡子叔收拾一下东西，跟我去一趟孟母顶。